别紧张，你知道我叫你来干嘛吗？你的年终总结我刚才已经看过了，我觉得你写的太实在了一点儿。公司马上就要进行年终考核，像你们这种刚刚进公司的新人来说，年终总结写得好不好，直接决定你是不是能够留下来。我明白，你性格沉稳不张扬，这是好事，但是这份总结缺乏渲染，看上去也比较枯燥，而且对你这一年的工作总结的也不足，很难打动考核者的心。我个人意见是，你可以再进行一下修改，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知道你前几天被突然要求加班是怎么回事吗？这不米雪儿吗？嘘，小点声。哦，她旁边那个是谁啊？是经理的上司。我们在这傻傻的写着策划案，人家呢早就已经勾搭上上层了。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也不想想，我们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人家跟上层勾搭在一起，我们写年终报告写得再好，有什么用啊？现在的经济场早就不公平了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打算联名群发邮件给公司的中高层，把潜规则摊在阳光下，让阴谋无法得逞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就加入我们的邮件签名。我不知道呀，你能让我想想吗？你得快点啊，时间不等人。好好想想。喂，樊姐，我们公司的经理说我的年度总结写得太枯燥、太朴实了，让我重新写。可我怎么写都写不明白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一般公司的人是喜欢看什么样的述职报告呀？是简洁的，还是华丽的，还是事无巨细的呀？也没什么固定模式，但是有一点很重要，要写得漂亮，让人有看下去的欲望。你想啊，这人往往是被别人的美貌所吸引，才有兴趣去探究他人内心的。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写了吧？可安迪跟我说，一般公司最注重的是我为公司的盈利能力。那照这样说，是不是我把这个年度总结交上去，他们会把注意力放在我的工作能力上？那如果我写的太华丽，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在吹牛啊？这所有人都说找老婆要宜家宜室，可最终呢，都是奔着美女去的。写的漂亮是第一要求。行吧，樊姐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挂了啊。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给我。樊姐说的有道理，可我这工作很普通啊，这如果写的太华丽，会不会起什么反作用啊？可我这如果写的太普通，那万一人事看不进去，我这一年不就白努力了吗？喂，安迪姐，你在忙吗？在看收购方案，怎么了？我最近写年度总结写得特别辛苦，我们上司刚才跟我说我这写的太朴实了，我就想起你肯定写过特别多的这样的报告，那我想问问你，我怎么写才能写得打动人心啊？樊姐说一定要写得漂亮，说是外在好才能让人愿意探究内在。小凡的这个办法，可能适用于不大职业的人士吧。根据我跟我们人事的交谈，他们通常都会抓住几点要素，快速审核。首先，你需要去分辨你们那边的人事的说话重点，提取他们关注的重点要素，从这个角度对你自己今年一年的工作进行总结。当然，如果要是可以的话，在总结的最开始，用最强劲的语言去灌输给他们需要的 ABCD， 一定要让他们在看报告的那些人跟着你的思路框架走。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。我大概明白了，可我感觉好难呀。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我可能写的确实太婉转了。这就是你的性格啊。绵里藏针对你可能更合适。
不过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总结起来，无非就是摸通对方的需求，让他接受你的思想。意思就是这些，你自己慢慢领悟吧。行，那我再想想吧，安妮姐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南通市施工程项目，当然啦，我当然有兴趣啦。可是这样的项目需要人脉，你认识招标办的人吗？哎呀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这消息是我一老战友传递给我的，找你联手就是为了打通人脉。你要是有个认识内部的人，你赶紧跟我说一声，我得另找人合作了。毕竟这年底就招标了，时间不等人呐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想到一个重要的朋友，他应该认识人。安迪呀，问你要个包总的电话，我在南通市有个项目，需要他帮忙我引荐几个人。我一会儿发给你吧。谢啦。哎，对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们家阿姨包饺子包的特别好吃，反正你在上海也没有亲人，要不要一起来啊？不了。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我打算找个海岛度假，放松一下。度假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跟魏兄一起去吗？一个人去啊？分手啦？我就知道，安迪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劝你一句，当断则断，要不然就像我对赵医生那样，死缠烂打不放，不要顾及那么多有的没的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记得把包总的电话发给我哦。拜拜。吃饭这事儿我得问问秘书啊，我最近好几大单子生意要谈呢，恐怕没时间。包总啊，你这种外交辞令呢，就不要再用到我身上了。我知道你贵人事儿忙，但是呢，我有个好消息可以跟你交换啊。我有安迪年假单独出行的行程，你帮我介绍一个关键的人物，我要参加贵市的一场招标。这样啊，明天下午5点，我正好要去趟上海，你派人来接我，咱们见面详谈。您可真不客气哦。对待有诚意的合作，我从来都是以诚相待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小明，小明最喜欢谁？喜欢二婆、赵伯伯、刘奶奶，还有姐姐。喜欢你安妮姐姐吗？你喜欢她什么呢？漂亮，对我好，会做数独，看我的时候很温柔。我也喜欢你姐姐。真的？喜欢什么？喜欢她聪明、
漂亮，不世俗，不做作。喜欢她坚强、独立，喜欢她那样的单纯、赤诚，喜欢她不露声色的善良，喜欢她。喜欢他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都往自己肩膀上扛。你这么快就走啊？不跟小明一起吃饭了？不吃了。其实这次来，我心里有很多疑问，多亏小明，我才找到答案。我要赶紧回去见一个人。院长您放心，我只要有时间，一定会回来看小明的。好。路上小心啊！啊。喂，是我刚从岱山回来，我很想你。Andy， 我们可以。我这2天想了很多。你心思细腻，不是小秋那种一根筋的人。我本来就有心结，做不来那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死活的事情。我们在一起太不简单，必然痛苦。分开吧，我还是愿意过以前那种一个人的日子。Andy， 你听我说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太理性。这2天我也在想，为什么我会在你面前进退失据？为什么我连魏国强都没有查清楚，就把他带到你的面前？我甚至想，你是不是都已经厌烦我的不理智了？不跟你没关系，都是我的问题。Andy， 我现在就过来找你。不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找我，我不想见到你，你别过来找我。我要马上见到你。你不能总这样躲着我，Andy。我有很重要的话想跟你说，5分钟说完就走。你不要这样对待你自己，更不要这样对待你我之间的感情。我刚去了一趟岱山，为了去见你的弟弟，确认我们相处良好。我知道你所有的事，我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我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保障我们的生活，所以没什么可怕的。你不是你妈妈，你不会轻易发疯，而我也不是魏国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把你丢下逃走。Andy， 我知道见过魏国强之后你心里有多害怕，我也知道以你的脾气一定不想也不愿意连累我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比起所有那些你害怕的事，我更害怕失去你。这是我所有的家产，
和资料，房产证、户口本，还有公司的股权和一些投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去办结婚手续。我不想勉强你，也不想你因为一时冲动而放弃我们的感情。我把这些资料都留下，不管你考虑多久，我都等你。你们俩，新年就要到了，我来呢，是特意给你送一份新年礼物。知道这是谁画的吗？何云礼。不认识。他是你的外公。何云礼是你的外公，你们都姓何。这是他的作品。不好意思，何云礼就是何云礼，不要跟我扯上关系。我没有外公，也不需要他的礼物。何云礼的画价值连城，不过这不是我今天送你这幅画的原因。这是你外公最看重的画，是他给自己画的，但是又不敢看的一幅画，一直放在我的书房。我把它给你呢，就是希望你能够理解你外公内心的矛盾，拉近你们彼此的距离。不需要，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，过了这么几十年了，再来拉近距离是不是太晚？我理解你的这种情绪，但是你不应该误解你的外公。我误解？你们一个丢下妻子，一个丢下女儿，这么多年不管不问，是我误解吗？你外公，他是个花痴。当他遇到逃荒的疯女，擅长用大红大绿建出美丽的剪纸的时候，他就痴心的去跟着疯女学习浑然天成的色彩搭配。这对他来说就是天真自然的，可是在那些别有用心人的眼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他被吴先成强奸，他被迫娶了疯女。你外公他这辈子很悲惨，
他和你外婆的结合完全是被迫的。但是你外公没有抛弃你们，他一发现你的母亲怀孕后，就明白自己做上了大错，于是他一个人出门来找我。我那个时候生意失败，跟别人借了几十块钱，便跟你外公匆忙地赶回了岱山。到了以后，听说你外婆已经过世了，你母亲被别人骗，下落不明。安迪，我和你外公一直都还抱着希望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你母亲，还有你。为了疏解心中的内疚和思念，你外公画了这幅画。他天天看，天天叹息。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再次返回了岱山，到了那儿才知道，你母亲当年是流落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小镇，在那里死掉了。我们又辗转找到了小明，想打听你的下落，可就是没有打听到，以为你也没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你外公就把这幅画收了起来，他再也不敢看了，他把自己当成罪人。前几天我告诉他，我见到了你，说你现在生活的也很好，他让我别再来找你。是啊，你外公和我都无颜见你。他说的对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更不要干涉我的生活。话你拿走，我不需要这样连接的感情，更不接受这种忏悔。安迪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，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你了，我们会尽我们自己一切努力来弥补我们给你造成的痛苦，也请你呢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好吗？等等，你逃走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有我？我不知道。知道会怎么样？看见你妈妈和你外婆的样子，我会逼着你母亲去打胎。庆幸我这么晚才找到你，也庆幸你现在生活的这么好。我不会像你外公一样，一辈子生活的提心吊胆，我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去发疯。要那时候你找到我了，也许我会掐死你。
怎么样？还好吧？正面交锋，我心坏了。还有能力损人，比我想象的好。我的身世，魏国强和何云礼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是，但除了何云礼，这是艺名，不是他的本命，所以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跟魏国强在一起。按我的本意，你最好不要知道这件事情。可现在你知道了，你不会怪我没告诉你吧？这样不堪的家人，这样不堪的往事，谢谢你还来不及。魏巍昨天拿着他所有的身家来向我求婚，全部身家？你是说所有？所有。我恐怕会跟他分手。为什么呀？在我看来，像魏巍这种男人，拿出这种条件，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。就因为他比谁都有诚意，比谁都了解我，我才更不能答应他。老实说，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，我还犹豫了。可见到魏国强之后，我突然就不犹豫了。魏国强说的对，谁能够一辈子活在提心吊胆里？谁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就这么发疯？这样的家世，这样的基因，我注定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没必要拉他跟我一起受苦。只要是跟何家的女人有过纠缠的男人，过得都很悲惨。我不要魏巍像他们一样。难得来次上海，怎么不去骚扰安迪呀？我就来一天，就不打扰他了。再说安迪那么难追，也不差这1-2天。安迪过年会去哪儿啊？这事儿不着急，你先帮我搞定了审核项目再说。就这样？就这样啊，你只需要牵线搭桥，后头的事情我自己来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情可能需要你帮忙。我就说吧，没这么简单。说吧。我呢有这么一个人，特别喜欢。被你看上也挺倒霉的。本来处的都好好的，可一不小心被他发现我不学无术，突然要跟我分手。这男子反应还挺快的。你根本不了解情况，凭什么这么说呀？我觉得吧，他不是真的不喜欢我，只是拉不下他知识分子臭面子。明明很在意，还装不淡定，整个郁闷骚。这种人，我认为需要给他点别的刺激。怎么刺激？我？不行，万一被安迪误会了，他一点机会都不给我怎么办？Hello， 安迪啊，我打算自己招一生借你家包帅哥一用。什么你的我的，那就是普通朋友。哦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我就不客气啦。哦，对了，如果赵医生打电话来，你能怎么吹就怎么吹，千万别露馅儿。看来某些人离美人在怀还遥远得很啊。怎么样，需不需要我帮忙啊？你怎么就那么笃定我会帮你呢？奉劝你一句啊，做人还是实诚点好，小心思太多，当心抓错重点，满盘皆输。大招要放，小手段也不能少。这种事儿就不需要你提醒我了。怎么样，
帮不帮啊？一句话。还是那句话，安迪过年会去哪儿？这可是重要情报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不过我曲潇潇说话算数，只要你能帮得上忙，我肯定帮你搞定安迪的重要行程和航班。这个我可放心不了，一点甜头都吃不着，就让我出血本，这不是我风格。那行，我先给你个重要情报。安迪和魏兄最近正在闹分手，原因未明。怎么样？这个消息够不够有价值呀？我就喜欢雪中送炭。成交。成交。哎，怎么今天没人来接你吗？没，刚做完2台手术，有点累，休息会儿再走。看你这样子，也确实是累坏了吧？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。自己开车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嗯。Hello， 是真的吗？什么是真的？曲潇潇是不是有新目标了？我在朋友圈看到的照片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终于解放了，我终于以后不用下班再悄悄地从后门溜走了。那男的是谁啊？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，上次送樊家父母回老家的时候，他帮了不少忙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搭到一起了。好像现在还在一起吃饭吧？哦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拜拜。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。哎，我怎么打你手机上去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做完1台手术，可能是太累了吧。你下班了？早下班了，我现在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呢。你呢？又在做手术吗？是啊，1台大的，1台小的，还带一帮实习生，累得我是老眼昏花。不说了，我去休息了。不回家吗？近端下肢肌力接近0，踩刹车都有问题，我得休息一会儿。那是手术又失败了吧？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什么时候失败过啊？病人的家属都恨不得举着我游行。不信？哎，不信你过来瞧瞧啊！你看我脸上是乌青还是口红？死鸭子嘴硬，明知道我在跟朋友一起吃饭，才大胆跟我叫板。回去，管你口红还是乌青，好好休息吧。如果我吃完饭你还没有休息过来，我可以考虑帮你叫辆车。根本就不用，我自己有车。喂，喂，喂喂喂！你给我等着，小舅子。
我真的是曲潇潇的朋友，我来过那么多次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可是曲小姐她真的不在家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有明确的规定，除非她亲自打电话或者是带你进去，不然我们实在没办法放人进去啊。我知道的，我这不是没办法跟他打电话吗？你就通融一下嘛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来。我帮你。是你？怎么是你？太好了，那个我想上22楼等曲潇潇，她死活不让我进去，要不你跟她说说。哦，郑姐，她确实是小曲的朋友，要不我带她上去吧？行，既然你认识，我当然没问题了。麻烦你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你是住2202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天在音乐会，我看见你跟樊小姐在一块儿。跟我抢唱片的那个人也是你吧？真没想到啊，小许还会有你这么有品味的朋友。我就是爱好，跟你比差远。谦虚了。你不是跟小曲分手了吗？怎么还来这里找他？我也说不清楚了。之前吧，他老缠着我，我就觉得腻烦。可是现在，我也是现在才意识到，理智是不能够完全控制大脑。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犯贱吧。可你们完全不一样呀！你喜欢看书、听音乐会，他就喜欢泡吧和玩。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跟小许在一块儿是吗？哼，我也不明白。有时候吧，我嫌他烦，做事夸张没有分寸，甚至有时候连最基本的善良都算不上。可有时候吧，我又挺羡慕他的。生活太辛苦，大家都一本正经循规蹈矩，可只有他，却偏偏活得自由自在，恣意汪洋，随性而为，也挺好。你坐着等吧。哎，不用。